我们俩在一块儿2年多了，刚开始的时候感情也挺好的。第一次见父母的时候闹得不愉快，当时也说他也不听，当时我这个心里也是特别的难受。后来吵架就越来越频繁，然后一会儿又说养狗不好了，一会儿又说我脾气大了，我感觉最近这1年他感觉变了一样。每一次和他吵完架之后啊，我就总是想躲出去。他现在跟我一吵架他就出去，经常不回来，然后从陌陌上聊女的，然后出去吃饭，给我发朋友圈挑衅我。现在我气他，他气我，这种状态我特别不喜欢这样感觉。我看到之后也特别生气，也做过很多不理智的事儿。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分吧也舍不得，不分吧那是一吵架就特别想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掌声请出他们啊！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张22岁，来自山东，网店店主；女嘉宾小梅21岁，来自山东，待业。来，有请2位。愿意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？我愿意。小片里说不想再置气了，是吧？对。你们俩现在是一种什么状态？反正天天就是吵架，然后也不知道，反正2年多了吧，也舍不得，分又分不得，然后好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分又分不得，好又好不得，是吧？对。那就是那种生不如死呗。差不多。死了又痛，是吧？对。生着更痛啊，疑难杂症啊。双方父母知道你们的事儿吗？知道。你家啥意见？不同意。不同意的理由是啥？他平常打扮的太那啥了。太啥呀？以前黄头发特黄。以前黄头发啊。还有呢？衣服净弄一些小短裙儿怎么着的。就是你家里人对他的这个着装不太满意，是吧？对。那你家呢？你家人见过他吗？见过。对这小伙子什么印象啊？反正不好。他们家人对你印象不好是黄头发穿着暴露，你们家人对他印象不好是？因为他家里还有个弟弟，我家不愿意。家庭负担重。对。你是独生女儿。那既然家长都不同意，那就分了吧。你们俩闹什么呢？但是我们俩还挺愿意在一块的。你们俩要挺愿意在一块，你们俩今天到这儿来干嘛呢？因为有老多矛盾呀。你说说吧。我家养了2条狗，然后。你还养狗？对。养2条？对。你这上面可写你待业哦，姑娘。他是养了3条，不是2条。行，你接着说。就因为狗的事儿，天天跟我吵，又说那个狗啊又脏啊，又狗毛啊什么的。他天天在家里地都不扫一会儿，打扫卫生从来就不打扫一会儿。我怎么不打扫了？那狗粑粑都是我弄的。每次都是我弄，你弄过吗？每次在家你催着我，是你光扫扫地，然后地是我拖的。然后又嫌那个房子又怎么地的。但是房租基本上全是我拿呀。不是你没工作，你哪来的钱呀，姑娘？我现在没工作，之前上班。之前在那个宠物店。你是宠物店的？对。所以人家喜欢小动物吗？平常的时候闲着没事哈，我家狗在那趴着，然后他就过去揍它2下，揍的那狗就嗷嗷叫，我看着我有多心疼啊。你是当儿子养是吧？对。你打狗儿子干嘛？小狗。大狗。什么品种？萨摩耶。喂狗吵是吧？不仅是因为这个事儿。那还因为什么事儿？再说说吧。有狗引发了之后，他天天不回家。一开始的时候他没说别的，然后现在说他受不了，天天跟我吵架，然后吵完架之后他就不回家，不回家之后就上陌陌，经常发一些什么挺暧昧的一些东西啊。这你咋知道的呢？他之后回来的时候我看他手机，然后看的。说说，这跟狗没关系了。而且每次就是经常打架，打架之后他一打架就出去这个样。每次回来的时候，你知道他都怎么给我解释吗？他说我跟你打架我难受，我出去找个倾诉对象不行吗？就这么跟我说。我什么时候说又找个倾诉对象了？你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吗？我什么时候又跟你说找个倾诉对象了？那你找什么呢？说不过他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我错了，我下次不再这个样了，我就信了。然后到第2次他又出去，反正又是因为狗吵架。
他跟我说你要狗还是要我，就这么跟我说在了一句。人狗之间，请你选择。对，然后你的我就选择是要狗，所以他走了。我没说话，你说的我当时要狗，我当时没说话，我当时没说话你说要。狗，你不说要狗，我能这样吗？啊，行，哎呦喂，这孩子啊，然后他走了对啊，走了之后，你又发现他聊陌陌对，我确实是聊了，你看他自己都承认了。啊，聊在家确实是聊了，聊啥了？但是每次我都让他看，其实我就是想证明没什么，啊，我就是让他看。如果我不想让他看的话，我还在一块儿早删了。他手机不是有定位吗？啊，定位我看他在旅馆里睡的，我问他在哪里睡的，他当时还不承认，就说他在公司里睡的。当天下午他嗓子疼，非要上医院，我说你得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清楚来，对吧？当时就是不说，跟我磨蹭了3个小时的。当时是嗓子这边是破了，你知道，就是当时说话也说不出来了都快。然后我说咱旁边不是有小诊所呢，你去看一下。他就是不让去，非得说明白。我就说我确实去宾馆了，他还问干嘛了。然后我就说我确实去宾馆睡的觉啊，能怎么着啊？然后他就再从6点一直说到9点，说到9点还不让去。我说我实在不行了，你爱说不说，我现在就出去。当时我确实一点心情都没有把我弄的，因为和他在一起2年多的时间了，我和狗就每天在一个屋睡觉，你知道吗？那狗毛就是整天就是我一躺床上一呼吸是进狗毛，他也是，他经常也吐，我说他又不听，他不讲理，平常哦，我他不讲理，我不讲理，我不讲理的地方你倒是说呀。我不会说，我不说。你们俩分过手吗？分了都无数回了。几回？就是他每次就是打架，他不回家的时候就分手。分手之后有再找其他男朋友吗？没有，之前的时候是没有。啊，今年有。对。什么情况？说说吧。就是他这个事儿之后，他不是嗓子疼嘛，就陪他上诊所。他当时骗我之后，我就走了，我就回家了。回家到了第2天，他发了个朋友圈。跟好几个女的出去吃饭是吧？我当时我一看把我气的，我就给打电话。那个女的抢过手机来就对我说：“我是他女朋友，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？”就跟我这么说的。不是，现在都这么快啊？不是这么快，是我逼的那个女的说的。她打过电话来了，然后我接了。我接了之后呢，然后她又说你在哪儿？然后当时我一点都不想见她，其实。然后我就给那个女人说，我说。你就直接说你是我女朋友，然后让她以后别联系我了，就这样说的。就因为这个你找男朋友了是吧？对，我就想我以后不想再搭理他了，然后我就让我朋友给我找了个男的。当天。对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看见了，把那男的揍了一顿。你们这都是什么？哎呀，我也弄不懂你们这年轻人，这叫爱情吗？啊，这个我搞不清楚。反正我个人认为是不是？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爱他吗？以前挺爱。现在呢？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啊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爱他吗？姑娘。以前爱。现在呢？现在我也不知道该，我想听一下老师们的意见。好吧，一场乱爱，哈哈。老师们，你们看怎么办吧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觉得姑娘你不会养狗，真正养狗的人，他们会把狗教来在什么时候去撒尿，什么时候在家里什么地方是狗可以动的地方。可是你不会，你把你的狗教来都没有规矩，能在你们床上撒尿的狗，那绝对不是你养出来的好狗。能够养好狗的人，他当然也能处理好跟人的关系，所以你没有能力去教好这个男朋友。而且最重要的，我觉得在你们身边所有的朋友，他们好像都会帮你们使坏。但凡一个好的闺蜜，当你跟男朋友吵架的时候，她绝对不会帮你领一个陌生男人回到你家。姑娘，现在先确定的是，我不相信你可以谈好恋爱，更重要的是你应该先找份工作，因为我觉得工作比男人对你来讲更重要。当然说到小伙子，你的女朋友没有能力谈恋爱，你也没有能力，因为你不叫谈恋爱，你只是在玩儿。22岁的男孩真的还应该是在学习阶段，学习如何跟一个人交往，学习如何跟一个女生谈恋爱。我觉得你俩现在应该回去好好冷静的分开来，各自去醒悟一下吧。
我觉得人类自古至今，专一和忠贞二字永远都不会过时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哪儿出了一些问题，现在有一些特别年轻的朋友们，好像觉得这两个词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姑娘，你的爸爸妈妈教过你怎么交男朋友吗？你的爸爸妈妈教过你怎么交女朋友吗？教过。教过，他们怎么说？他们其实就说找个那种朴朴实实的吧。然后其实以前的时候，你说2年多，其实也就是这半年发生的事儿。最近。但是他们一定没教过你怎么用陌陌。对。他们也不会。对。所以我想说的核心观点就在这儿。做的也不对。新的时代工具，互联网的发展，导致他们的父母，就我们这么大的人，可能比我们大一些的人，根本不懂孩子的世界，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孩子用的工具。该给孩子灌输正确的恋爱价值观的时候，没灌输，然后等他们长大以后再灌输晚的时候该怎么办？亡羊补牢都不知道该怎么补，导致我们看到现在的孩子，很多人拿恋爱当儿戏，这是我最担心的。所以我不说具体的什么了，我觉得。老师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最近半年这个样？其实就是我和他在一块儿之后，以前朋友是挺多的，到现在来说，我现在一个朋友都没有，一个就失去了，就是为了他。当时我做的真是挺多的，我现在就是不想说，真的不想说。你这说半天也没说明白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谈恋爱，孩子，你根本不知道，爱就爱得死去活来，爱了就没朋友了，啊？爱了一个女孩就没有其他的好朋友了，就没有友谊了。他在完了以后，在苦闷的时候就出去找别的消遣，这就是对的。你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样谈恋爱，没人告诉你。爱一个人，对他要好，要懂得他喜欢什么，跟他共同成长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找到共同的兴趣爱好，养狗也是其中之一。如果现在年轻人只知道消费爱情，消费自己的青春，不如不谈。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忠贞的爱情，或者是说起浪漫爱情来，说实话，狗不如人；但说起忠贞不二来，人不如狗。过家家啊，你知道，玩游戏特别可悲。我希望你们接下来就是重新去面对自己的生活，去交往正能量的朋友，去多跟你们父母去沟通，把你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正确确定了以后，你们再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。我或许没有那么悲观，其实你们身上还是有你们的简单。我相信男生没干什么，我也相信你跟那个男生没干什么。这种所谓用一种激将法的嫉妒的方式来刺激对方的感受，强化彼此的爱情，不光是你们，成人们也经常干。那部很久以前的电视剧《过把瘾》里面的方言不就是这样干的吗？杜梅不也是这么干的？但我想说的是，人在做，狗在看。我就一直在想，那3只狗天天趴那儿看你们吵架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感受？我想他们一定很痛苦，但他们只会叫。坦率的来说，你们基本上现在过的就是夫妻的生活，而狗就是你们的孩子。你们对于狗的态度，代表着你们对于自己孩子的态度。如果他们看着你们这么天天吵架，这孩子会有多大的心理阴影？所以这狗一定是不健康的啊！我不知道为什么说到这儿你却泪眼连连了啊！刚开始说那么多，你也好像没什么想哭，怎么这会儿说到这个时候，你倒想哭了啊？具体我不想问什么，我还是想那样说，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技术层面的问题，每个人都要去学。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只警告你们一句：出现问题没有关系。不懂事没有关系，那是青春的冲动，或者是这个时间应该遇到的问题。但千万不要因为出现问题而去走上弯路。你们现在有很多冲突，没有问题，互相探讨啊，彼此考虑对方的感受啊。如果不懂的就问问父母，但是千万不要一有矛盾就把别人扯进来，一有矛盾是吧？就用那种所谓的那种玩火的方式来刺激对方。如果这玩火真的玩真了，发生了一些连锁反应的事情，那就真的是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好吧？啊，这就是我对你们的建议。好，谢谢涂老师啊。我想法更简单哈，我是觉得年轻的时候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负担。
比如说你还不会照顾自己的时候，大体是没有能力去照顾那3条狗的。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生活吧，哈。你们自己2个人冷静下来，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说以前咱们2个其实这么长时间也挺不容易的，你为我做的也挺多，当然我也为你做的也挺多。其实我心里想想也挺那啥的，就是这个事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。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，那我呢？你一次又一次，我每次都信你。你说你下次不会这样了，下次不会这样了。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反正我希望咱们2个以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毕竟2年了，都不容易啊。我知道你对我的好。好，时间到啊，2位请交换你们的秘密，来。谢谢2位，请回啊。来，请关门。接下来来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吧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他们俩还能好？哎，这个男生跑嘞！来来来，姑娘，来，伤心的咬牙切齿呢。其实是个好事儿哎，整理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别急急忙忙又开始，又找一男朋友什么，好吗？他走了你特伤心是吗？为谁流泪？我自己。为自己哈。对镜头跟他说点什么吧。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啊，没什么了，回吧，珍重啊，姑娘。